猪肉男和猪肉女是一对卖猪肉年轻夫妻，在闹市经营着一个猪肉摊。这天，一个体态丰腴的女人来买猪肉，女人不停地向猪肉男抛媚眼，猪肉男收钱时忍不住回摸了她的手，这引起了猪肉女的不满。自己的男人竟敢在自己面前猥琐别人，孰可忍审不可忍啊！上去狠狠地打了丈夫的手。不一会儿，猪肉男的胖儿子小胖骑着一辆小自行车过来了，自行车是他堂姐的。猪肉男批评儿子不应该骑他姐的车子。小胖很不屑地说道：“明天就是4月初8了，是自己的生日，自己最想要的就是这辆自行车。”这时，小胖的堂姐跑过来推走了自行车。一提到4月初8，猪肉女突然愣住了，好像想起了什么。反应过来后，猪肉女大喊道：“4月初8该干正事了！”猪肉男这才反应过来，放下屠刀收摊，开着破3轮赶紧回家。回到家后，他们发现家里的老母亲正在费力地提着猪食准备去喂猪。儿子非常恭敬地走过去夺个桶，让老母亲好好的歇着。儿媳更是责怪道：“不是说了这2天不要干活的吗？怎么不听呢？”儿子也随即附和着：“那头猪明天就杀了。”只言片语间，仿佛夫妻俩真的很关心老母亲似的。很显然，平时都是老母亲在喂猪，如今年事已高，却还要干着这些粗活。老母亲就这样被儿媳带进了屋里。屋外的小胖瘫坐在地上，叫嚷着一定要得到那辆自行车。猪肉男对此感到厌烦，还踢了儿子一脚，让他赶紧喂猪去。猪肉女看到这一幕后，赶紧过来安抚儿子。妇儿低语了几句后，小胖立马破涕为笑，开心地提着桶去喂猪了，因为他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有自行车了。屋里的老母亲望着镜中的自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随即，猪肉男夫妻俩走进厨房，忙活着做午饭。他们切肉剁肉，看起来午饭准备得很丰盛，一桌4人却有5菜1汤，而且都是肉菜。老母亲看着丰盛的菜肴，开心极了，忍不住举着筷子大吃了起来。夫妻俩也不停地给他的碗里加肉，不停地劝他多吃点。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着午饭。不一会儿，老母亲满嘴油光地表示吃饱了。可在这个时候，夫妻俩并没有打算让他停下，仍然不停地往他的碗里加肉，依旧鼓励他要多吃，一块块肥肉不停地往他的嘴里送。与此同时，猪圈里的猪也在开心地吃着猪食。此刻的老母亲仿佛和外面的猪如出一辙。不一会儿，老母亲感觉自己实在是吃不下去了，瘫坐在椅子上，摸着自己的肚子，本想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儿媳妇又端来了一盆汤让她喝。儿媳的语气既温和又有些犀利，老母亲一直摇头说再吃下去要撑死了，但还是拗不过儿媳的软磨硬泡，无奈地喝下了那些汤。因为这顿饭吃的实在是撑场主妇，母亲感觉自己要吐出来了。儿媳见状，赶紧捂住她的嘴，让她千万不能浪费。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经过一番既不感人也不好笑的折腾后，老母亲着急的想要去厕所，却被儿子告知厕所里的木板坏了，如果不小心会掉下去，所以他让母亲暂时憋一憋。母亲已经憋屎憋到了极致，马上就要拉裤子了。儿子不仅不顾母亲憋屎的表情和痛苦的呻吟，还不停地哄骗她上称测一下体重，因为这样一称肯定增重不少。猪肉男所做的这一切非常的古怪，夫妻俩似乎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晚上，猪肉男迫不及待地想和妻子亲热一番，就在2人兴致高昂时，突然被外面传来的猪叫声打断。猪肉男赶紧跑去一看，发现是他的胖儿子在揪猪的耳朵。原来小胖是想偷猪去大伯家，好换堂姐的自行车。猪肉男阻止并训斥了儿子一顿，还把他赶到奶奶房间里去。接着又迫不及待地拉着媳妇回了屋子。屋内，小胖依偎在奶奶怀里说道：“明天就是4月初8了。”奶奶迎合道：“是啊，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小胖继续说道：“您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来的。”听完这番话的奶奶脸上挂满了愁容，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此时屋内的夫妻俩已经没有了兴致，猪肉男使唤妻子马上再去给老母亲煮碗面。看着眼前的面条，老母亲心痛不已。这时猪肉女给丈夫的哥哥打着电话说道：“明天要用1头猪跟他们换自行车。”第2天清晨，老母亲去上厕所时，发现厕所门背上了锁。这时儿子正把猪从猪圈里往外拉，老母亲阻拦说道：“先别卖。”此时妻子也赶紧跑过来说道：“先别管猪了，赶紧办正事。”丈夫听完后笑眯眯的，又将老母亲拉到秤上，又要给母亲称体重，可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很理想。就在这时，猪肉男的哥哥来了，他是来接母亲过去的。猪肉女见状，赶紧把婆婆拉回了屋子。原来这位老母亲有2个儿子，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2个儿子决定一人赡养老人1年。在屋子里，儿媳以天气凉为由，非常热心的让婆婆穿上厚衣服。做完这些之后，儿媳显得十分紧张，随即带婆婆出来。此时屋外的交易已经完成，大哥大嫂推来了自行车，也牵走了他们的肥猪。在看到老母亲后，大哥认为母亲变瘦了。听到这话，猪肉男急红了眼说：“上秤称一下再说。”
于是老母亲像猪一样被兄弟俩加上了秤，彼此都关切着望着秤的变化。兄弟俩为什么会如此在乎母亲的体重呢？这背后肯定另有玄机。很快结果出来了，老母亲的体重达标，猪肉男夫妻俩开心的合不拢嘴，大哥大嫂则失望的闷闷不乐。大哥很不耐烦地对老母亲呵斥道：“还站着干嘛？赶紧下来！”也许是太阳晒了久的缘故，老母亲突然有些晃悠，晃动了一下，没想到藏在她身上的2块猪肉掉了下来。看着地上的猪肉，场面瞬间陷入了尴尬。猪肉男夫妻俩眉头紧锁，大哥大嫂则眉欢眼笑，兴奋地拿出协议。猪肉男赶紧跑过去拼命争抢，兄弟俩扭打在了一起。原来协议里的内容是，母亲年纪大了，为了公平起见，兄弟俩要轮流养母亲1年。如果这1年里母亲的体重下降，便视为不孝，惩罚是需要再继续养1年。所以兄弟俩才会对老人的体重如此在意。猪肉男夫妻俩平时对老母亲不好，导致母亲体重下降，所以他们要想办法在母亲被接走的前一天，拼命的让她多吃饭，还不允许她上厕所，还让她多穿衣服，以此来增加她的体重，以便能顺利的转手出去。可怜的老母亲犹如一头长肉待宰的猪，毫无自由可言。在一阵争吵声中，老母亲默默地捡起了那张协议，小胖则将掉下来的那2块猪肉还给了他。望着这2块肉，老母亲也陷入了沉思。人性果然经不住考量，生养自己的父母如今却被儿子当猪养，即便在子女身边也感受不到家的存在。娘惹肉本来就是一种酸甜、辛香、干辣等多重风味的南洋美食。影片用极具讽刺的手法讲述了当代社会养老问题存在的伪装孝顺的现象。我们是否也会在某些时刻像兄弟俩那样，将父母给予自己的甜、香、甘抛诸脑后，而留给年迈的父母是酸、辛、辣呢？值得人们去深思。本期的故事到这了，我们下期见，拜拜。